清晰。R9S OPPO 拍照手机。死者名叫罗耀，57岁。目前我们推测很有可能是受人作案。尸体表面大部分被血液浸染，可是我却没有发现大的创口，怎么会流这么多的血呢？有目击者声称在现场看到了秦明。秦明？是他吗？我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罗耀？有伤口，创口很深，但是裂开的程度并不大。从作案的手法上来看，很有可能是血衣的。目前我们确定嫌疑最大的是法医科的秦科长。很遗憾，他是这起案件的头号嫌疑人。秦明啊，你要不对我说实话，我就没有办法帮你了。秦明现在是这个案子的嫌疑人，所以你必须回避。你回家休息几天吧。你相信秦明吗？你怎么来了？哪能真让你休息？看看这些。谢谢你。不用跟我客气，我们都是为了还秦明一个清白。啊，对了。我们在现场没有发现指纹的文献，也没有发现纱布手套的纹路。我觉得凶手使用的很有可能是橡胶手套。橡胶手套？凶手使用的杀人工具是解剖刀，如果真的是内行的话，戴着橡胶手套作案也不是没有可能。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那就对秦明非常不利了。柳蛋黄吡啶肠溶片，死者家中怎么会有这种止疼药？这个药怎么了？根据罗耀的病理报告显示，他一直受肝病困扰，肝病病人是不能服用这种止疼药的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这个药的主人另有其人？罗耀平时还有什么仇人吗？他的关系网太复杂了，目前我们还没有头绪。我觉得我们可以先从罗耀的仇家排查一下。好。一回到了现场，你哪儿都不许去，老实给我待在车上。要是被谭局知道，那就麻烦了。我知道。经过我们地毯式的搜索，我们发现罗耀还有一个侄子，而且这个人曾经公开扬言要杀他的叔叔。那犯罪动机查明了吗？劫财。不是说家里没有财物丢失吗？罗耀没有儿女，而且他的老伴和他的哥哥死得又早。一旦他死了，他的所有财产都会归他这个侄子罗青所有。
那个人就是。谢谢啊。你就是罗静。你就是罗静。你是谁呀？罗耀是你叔叔啊？是啊，关你什么事儿？我是警察，麻烦请配合我们调查。警察？你有证吗？啊！把你东西给我放下来！我问你有证吗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啊！你轻点！蹲下！蹲下！怎么警察就能随便抓人吗？看起来挺壮实，没想到是个假把式啊！听说3天前你和罗亚发生了争执，而且扬言要杀了他，是吗？我扬言要杀的人多了去了。但你知道他真的死了吗？啊？他真死了？啊？干嘛呢？你非礼我啊！警察非礼人吗？麻烦您配合。哎，你说他死了，他那房是该归我了吧？啊？可能抓错人了。什么？罗耀的伤口非常深，只有力气很大的人才可以做到一刀毙命，以他的肌肉能力做不到。你别忘了，凶手有很强的反侦查能力，他说不定是装的呢。这是止疼药，是他用来缓解长期疼痛的。他患有强直性脊柱炎，应该是工作特性导致的。我们已经查实，案发当晚罗静确实有不在场的证明。那天下工之后，他就去打了一通宵的牌，这些他的工友都可以证明。看来，秦明是真的遇到对手了。现在就算所有人都怀疑秦明，也不能解除我心里的疑点。你说，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？站住！什么人？宝哥，哎，你怎么来了？复勘一下现场。哦，这大晚上的你一个人呢？对，因为证物有污染，需要重新取个证。哦，我明白。好，谢谢啊。
么来了？我在洛耀家找到一片带血的叶子，需要马上送检。走吧。这份物证麻烦请给我们加急。林警官，报告出来我会通知你们的。拜托了。谢谢。等结果出来了，秦明就没事了。我从来都没有觉得等许阳报告的时间这么久。你没有经过允许，私自去案发现场是违反纪律的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。结果出来了。怎么会呢？是不是哪里搞错了？林警官，我可能会搞错，可是机器不会。血液样本 DNA 和秦明 DNA 对比结果完全一致。大家停一下啊，停一下！犯罪嫌疑人确定了，立刻对监视居住的秦明实施抓捕。领导，这个任务我可以委派他人。没事，我可以的。不要反抗。我不想大家难堪。这回该开口了吧？啊！秦明，你虽然很自信，但还是露了马脚。我们在案发现场找到了你的血迹。
现场要我的血？没错，血迹的 DNA 比对结果就是你。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凶手很高明。季亮，一开始我很想相信你。你要是还有什么冤情，你现在就得说啊！蓄意杀人和过失杀人差别还用我告诉你吗？凶手一定对我的过去极其了解。是。你入行也10年了吧？干我们这行，每天都和罪恶打交道，破的案子越多，就越怀疑这人和人之间还有没有真正的情谊。特别是你，小时候还遇到了那样的事。我在孤儿院的档案室里找到了你的资料。你小时候亲眼看见了你父亲的死，以及你母亲因为你父亲的死在医院去世。你从此心里就蒙上了一层阴影，对吗？这是你小时候画的吧？是这样，刚刚接到医院的消息，秦明的妈妈叶琴女士刚刚已经过世了。承认以后，你再没有对任何人再提起过这件事，也拒绝任何的心理治疗。你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这一步，我一点都不惊讶。认罪吧，认罪对你有好处。凶手在你们心里埋了一颗怀疑的种子，现在这颗种子已经发芽了，我还能说什么呢？我唯一能提醒你的是，凶手的游戏已经开始了。他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，谭局长。你们做得很不错，都一夜没睡了吧？放心，我们会查清楚的。老金，拘留所里可能有点冷，别着凉。带走。
齐科长，我是新调来的李大宝。连人都走不好，怎么做法医？哎，你干嘛？出去。为什么？你的呼吸都要给我工作了。你说你是不是太矫情了？看来我跟你没法说。没错。作为我身边唯一一个有相亲经验的女性，你在相亲的过程中有人跟你提过这样的要求吗？对于像你这样的一个怪咖，你会对你的女朋友提出这样的要求吗？那你的阴影是什么呀？我的阴影就是把你给招来。每一具尸体都有自己的密码，一旦我们破解了，它就会说谎。正宁醇溶液、苯乙醇溶液。注意安全。老秦，这里有指纹。你先别碰，当心触电。等等，你的衣服换一下。这是命令。这一餐会让你多摄入600大卡以上的热量，必须要跑步1个半小时以上才能消耗掉，否则的话，这些热量将会转化为脂肪，堆积在你身体的各个部位。这不像是突如其来的陷害，凶手一定预谋已久。现在这个样子，就是他想看到的结果。大宝，你怎么也在？你怎么来了？我实在是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什么完美的犯罪，一定有什么破绽，只是我们没有发现。只是我想不明白这里为什么会有秦明的血迹，而且刚好秦明又受过伤。不过这里确实有打斗的痕迹。这个架子很奇怪，你看，地上的灰迹表明它原来的位置应该在这里，现在却挪动到了那儿，挪动距离大概有30公分左右。这么大幅度的移动，上面的工艺品怎么可能纹丝不动呢？没错，这个柜子后面的音箱都倒成了这个样子。但是它上面的工艺品却完好无损，这个也太奇怪了。所以我怀疑这里根本就没有发生过大盗，这是凶手精心伪装过的现场，所以就能解释为什么我在尸体身上没有发现约束伤。凶手为什么杀了人？还这么大费周章的伪造现场呢？我认为凶手杀死罗耀就是为了陷害秦明。他之所以留下秦明的血迹伪装现场，就是为了让我们相信秦明确实到过这里。
这个能证明吗？现在还不能。不过这个难题解决了，所有的难题就迎刃而解了。照着你的眼帘，空气中弥漫着危险，一样谎言转眼欺骗，故事暗藏深渊。停下脚步，下雨的街，梦是鲜血，绿是枯竭，晃灯着也闪我不眠，有需我来破解。不安的跳动间，安息却不能眠，历历浮现，被洗将他的真实的整了死结，笑旁人冷眼，人心不能搁浅。苍天日月可见，这些我来分辨。吹着口气，横对冷眼，触摸黑夜，如墨如烟，归手起无还佛心。我们现在得从老秦侦办过的每一起案件查起。林涛，我有新发现，所以我现在怀疑遗留在现场的血迹很有可能不是秦明的。张超，凶手果然还是留下了线索。我宣布，李大宝同志因在休假期间违反规定停职察看，即日生效。